全网都以为我疯了，竟然敢开着直播扬言要去睡维密首席男模徐凌风。其实他们骂得越狠，围观的人越多，我心里就越踏实。因为没人知道4个小时后十字路口会发生一场连撞8人的特大车祸，而那辆肇事逃逸的法拉利上将会神奇地布满我的指纹。我的未婚夫和他的白月光正挖好了坑等我跳进去当替死鬼。前世的我百口莫辩，最终家破人亡，惨死狱中。重活一世，我不仅要洗清清白，还要把这对渣男贱女送进地狱。而破局的唯一方法就是拉这位顶流大佬下水，让几千万在线关注和警察来做我的铁证。看好了，全球顶尖超模徐凌风就在这间酒店下榻，今晚我一定要拿下他。我给视频打满了所有的爆火标签，生怕平台不给我推送流量，直播间瞬间涌入了数十万骂名。就凭你这副尊容，也不撒尿照照镜子，徐凌风那种身材和长相也是你能肖想的。疯批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姐妹们报警吧！我此刻穿着松松垮垮的连帽衫，压低了帽檐，这张素颜在人群中却是平庸的不出奇。可我没有时间再去打扮。徐凌风的车到了，他那标志性的大长腿跨出车门的一瞬，我对着他的侧脸和车牌号拍了个全景，同步传到网上，网络瞬间瘫痪。哇，这私生饭离他只有5米，经纪人死哪儿去了？保护凌风啊！我快步朝着徐凌风的方向走去，他的助理正在办理入住，见到我这一身打扮，警惕地皱起了眉。我盯着直播间疯狂跳动的弹幕，鼓足了勇气最后一次挑衅。大家看好，你们的男神就在我旁边，我这就带他走。虽然我心率快到了180，但这酒店是全市最顶级的，安保越严，我越安全。趁着徐凌风戴着耳机低头签名的时候，我使出浑身的力气，猛地推开助理，将徐凌风拽进了电梯。身后惊呼四起，我疯狂按动关门键，电梯在骚乱中缓缓上升。这层楼我有固定包下的行政套房，我颤抖着刷开房卡，将徐凌风一把推了进去，动作一气呵成。锁上房门的那一刻，我才靠在门板上死命喘气。徐凌风神色冰冷地扯下耳机，那双深邃的眼眸里全是寒光。小姐，这种绑架行为已经够你坐几年牢了，你现在放手，我还能当你是热情过度的粉丝。听到坐牢，我反而兴奋了。坐牢？那你的经纪人会不会立刻报警？当然，他不会允许我的名誉受损。名誉？比起前世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的下场，名誉算个屁。一想到那晚的惨状，我就头皮发麻。法拉利上沾满了分不清颜色的碎肉，所有的监控都拍到我坐在驾驶位，周成和林曼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心狠手辣。周成当时问我，沈清，你的手不沾血，心怎么这么黑？那时的我无法证明我的车不在我手上。徐凌风的团队反应很快，大门被撞得砰砰作响。知道你在动谁吗？徐凌风现在的身价，你赔得起吗？第一次干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我手心全是汗。听到有人来救，徐凌风迈开长腿准备去开锁，我一把扑过去，死死挡在门口，声音近乎癫狂。今天你只要想出这个门，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徐凌风明显愣住了，看着我这副不要命的样子，他大概是真把我当成了精神错乱的疯子。门外的安保和服务员都在大声劝阻。有什么事好商量，徐先生明天还有大秀，你这样会毁了他的事业。门外动静闹得越大，网上的热度就越高。不到半小时，徐凌风被私生饭劫持的消息就登上了热搜第一。徐凌风有些焦躁。我不出去，你先把门打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就不怕这辈子的名声都没了？我冷笑，只要我不开门，我就有绝对的不在场证明。40分钟后，我爸被酒店经理请过来了，他是个脾气暴躁的主，对着房门就是重重的一脚。沈清，你给我死出来！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到太平洋去了！他在外面踹的门锁都在晃。你平时追星我不管你，现在还敢绑架了？赶紧出来跟我回家，少在这现眼！听着老爸熟悉的声音，我差点落下泪来。这个前世为了救我跑断腿，最后在贫民窟病死的老头，现在还没被我拖累。我抹了一把眼，对着门外喊：爸，你别装了！今晚我睡不到徐凌风，绝对不出去！我爸在外面气得倒吸一口凉气。你疯了，沈清！就为了个模特，你连你妈和你老子都不要了！徐凌风的经纪人已经急疯了，冲到门边大喊：沈小姐，徐凌风身后的代言违约金是以亿计算的，你这样做，沈家赔得起吗？我咬着牙大声回应：不用管多少钱，你找我爸要，只要能关他一晚，我沈家倾家荡产也赔。门外聚拢了大量赶来的粉丝，听到这话简直恨得咬牙切齿。
人吗？那可是可不能奇怪哥的。姐妹们，把沈家的公司底裤都扒出来，给这疯婆子长长记手。不知过了多久，我妈也到了，她哭得痛心疾首，对着那一圈媒体和粉丝弯腰道歉。各位姑娘，求求你们，我女儿是一时糊涂，她平时很乖的，求大家嘴下留情。然后她贴着门板，声音颤抖：“青青，你快出来吧，妈求你了，咱们回家好好说行吗？”沈清啊！我的心像被刀子来回拉扯，要不是我之前眼瞎，执意要跟周成在一起，他们怎么会遭这种难？前世我妈被漫天的花圈和恐吓信吓得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到死都没闭上眼。现在她在外面哭，我在房里流血泪。徐凌风见我神色不对，语气缓和了些：“既然你知道错了，就放手吧。我出去会替你跟媒体圆场，不会让他们真的忍受你。”我抬头看着这个男人，作为维密的顶级男模，他确实有着一张让人疯狂的脸。我粉了他5年，这却是我离他最近也最不堪的一次。如果不是为了那条活路，我绝不会出此下策。还好，这位顶级男模自带招黑体质，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引爆全网。不出所料，警察封锁了整个楼层，粉丝被逼到了走廊尽头。隔着房门，我能听到我爸一根接一根抽烟的声音，带队的是个年轻女警，她语气温和，试图安抚我的情绪。沈清，我是林警官，你冷静点儿。只要你没伤到徐先生，一切都有转圜的余地。你有什么委屈，出来跟我说。因为我是这间房的长期租客，酒店不敢强行破门，他们生怕我手里有管制刀具，只能在门外不断喊话。我顺着他的话演了下去。林警官，我有苦难言，只有跟他待在一起，我才能证明我的清白。我不求别的，只要他陪我度过今晚。时间1分1秒过去，距离前世案发的时间凌晨2点，只剩不到10分钟。只要熬过去，我就是清白的。女警不解：什么困难需要用绑架来解决？你先出来，我们警方会帮你的。青青，快出来呀！1点58分，门外几个激进的粉丝突破了警戒线，对着门缝尖叫谩骂：有人就该下地狱！徐凌风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们要你全家偿命！我的耳边全是嗡鸣，全世界仿佛只剩下那个跳动的秒针。2点整，我猛地拉开了所有的锁，大门在无数闪光灯下豁然敞开。警察冲上来将我反手扣住，我如释重负地瘫在地上，像条脱水的鱼，大口呼吸着劫后余生的空气。这一次，全天下的人都是我的证人。我妈扑上来抱住我，试图替我挡住那些对脸拍的摄像机。我爸站在前面，铁青着脸。我强撑着站起来，对着镜头和那些粉丝露出一个苍白的笑。我做到了，拍吧，现在送我去警局。在徐凌风惊疑不定的目光中，我被带回了警局。冰冷的审讯椅上，林警官给我递了一杯温水。沈清，对方已经表示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大费周折闹这一出，图什么？凌晨2点半，警局的走廊突然嘈杂起来，电话声此起彼伏，原本昏昏欲睡的警员们瞬间忙成了陀螺。什么？城北老城中心？是，肇事逃逸，情况极其惨烈。我为自己刚才疯狂的举动感到后怕，也为前世的阴影感到战栗。林警官拦住一个匆匆出警的同事：怎么回事？出动这么多人？城郊发生重大车祸，一辆豪车连撞多人后逃逸，现场简直是炼狱。我的审讯因为徐凌风的大度很快就结束了。清晨6点，我刚走出询问室，迎面就撞上了几名满脸寒霜的刑警，他们二话不说就再次扣住了我的手。沈清，凌晨2点，城郊发生重大交通命案，涉案车辆是你名下的法拉利，现在我们有证据怀疑你肇事逃逸，你不能走。我不可置信的瞪大眼，浑身如坠冰窖。不可能，我昨晚整晚都跟徐凌风在一起，怎么可能分身去开车？他们还是把我押送回审讯室。我做了这么多，难道还是改不了结局吗？警察同志，我要大义灭亲，提供重要线索。那是青青的车，昨天我亲眼看到他喝了半瓶洋酒，疯了一样冲出我家，说要撞死那些看不起他的人。沈清，你太让我寒心了。你对我有意见可以直说，何必把怨气发泄到无辜路人身上？这是昨晚凌晨1点半，他从酒吧后门离开时的监控录像。画面里，一个穿着和我一模一样连帽衫的女人，侧脸轮廓极其像我，正摇摇晃晃地钻进那辆红色法拉利。我爸妈刚赶到警局，听到这些话，差点当场晕过去。不可能！我女儿昨晚一直在酒店，全世界都看着呢。沈先生，请你看清楚，这辆车的行驶轨迹和肇事现场完全吻合，车里发现了你女儿的指纹和 DNA，
至于你说的不在场证明，谁知道是不是他找了替身，或者故意制造的假象？青青，你告诉妈，你昨晚那些疯狂的举动，是不是因为你杀了人，想用徐凌风来掩盖你的罪行？我的心在狂跳，那种被所有人背叛的绝望感再次将我淹没。我扶着墙疯狂干呕，警局外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受害者家属拉起了白条幅，那些粉丝和路人也倒戈相向。原来是为了掩盖罪行才去绑架男神，这女的太恶毒了。我感觉我的人生再次堕入了黑暗。这时，刚换好衣服准备下班的林警官推门而入，看到我还在这儿，皱了皱眉。沈清，你怎么还没走？组长，他涉嫌那场重大肇事逃逸案，这是物证。林警官接过照片看了一眼，突然愣住了，转头看向我。凌晨2点，城郊，这不对啊！昨晚2点整，我亲手把他从酒店12楼抓出来，那里离城郊起码有30公里的车程。他就算会瞬移，也不可能在同一秒出现在2个地方。周成那张原本写满正义的脸，此刻僵硬的像一块干涸的抹灰墙。林曼更是心虚的垂下眼睫，手里那张所谓的目击照片被他捏得变了形。我亲自带队抓的人，时间误差不会超过30秒。2点整，沈清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被带上警车，他怎么分身去30公里外的城郊撞人？那名警员也愣住了，反复核对着手里的报告。可是车里的 DNA， 还有这监控画面，确实是一模一样。我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死死盯着周成。周成，你不是说亲眼看见我醉酒开车吗？2点钟的时候，我是不是还当着你的面撞了人？青青，我也是听林曼说的，我以为你以为就能随便往你未婚妻头上扣杀人犯的帽子？我爸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了，他冲上去一把揪住周成的领子。姓周的，老子还没死呢，你就敢这么编排我女儿？你能干什么？你那张照片哪来的？监控又是怎么回事？林警官示意大家安静，转头看向我。沈清，你昨晚那种近乎自毁的举动，其实是早就预感到有人要陷害你，所以才故意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对吗？是，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的一切太真实了。我梦见我的车撞了人，而我百口莫辩，所以我只能找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人，帮我记录下那一刻。所以，你选了那个流量滔天的男模徐凌风。徐凌风所在的那个圈子，哪怕是一根头发丝掉在地上都能掀起舆论风暴。正如我所料，他的团队为了洗清被绑架的负面影响，已经派人把那晚酒店所有的监控细节都梳理了一遍。徐凌风本人甚至在2小时后通过官方账号发布了简短的动态，虽然只有2个字证明，但却比任何辩解都有力。这简单的2个字彻底粉碎了周成精心编织的谎言，但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城郊那些死者的家属，他们在有心人的引导下，认为是我沈家仗着权势找了替身，他们在大门口叫嚣着，更有甚者，开始往我家的车上扔臭鸡蛋。但是允许保释回家，但其实是变相的软禁。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看着林警官传给我的车祸视频，画面里的女人，不论是身形、走路的姿态，都跟我如出一辙。车刚停下，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青青，别怕，有爸在。”我看着视频，突然在画面第200次定格时，我按下了暂停键。那个女人在下车逃逸前，习惯性的用左手挽了一下耳后的碎发，那是一个非常细微且奇特的动作。她是先勾住发丝，再往后捻。而我知道的，会这么做的人只有林曼。林曼和我身形相似，加上那晚我确实把一套还没穿过的连帽衫落在了周成的车里。我猛地抓起手机给林警官打了一个电话，查林曼，查他昨晚2点前后的具体坐标，还有查我车上的记录仪存储卡。调查进展的比我想象中要快。第3天，林曼被带到了警局。当他面对那张高清对比图时，依然在垂死挣扎。我没有，那车是沈清的，指纹也是他的，你们凭什么抓我？林警官冷笑一声，把一份物证袋拍在桌上。车里的 DNA 确实是沈清的，因为那是他的车。但我们在驾驶位的后视镜边缘发现了一抹并不属于沈清的口红残余，经过比对，那是你林曼最常用的色号。林曼的脸色瞬间惨白，整个人瘫软在审讯椅上。还有，我们在周成的手机里发现了撤销记录。昨晚10点，他给你发过一条指令，按计划开他的车出去。这一刻，所有的伪装都被撕碎。周成这个混蛋，为了夺取沈家的产业，竟然想出这种毒计。他原本打算让林曼开车撞人，然后利用我对他不设防的信任，把醉酒的我塞进车里，造成既定事实。可他万万没想到，我竟然在那晚变成了徐凌风的疯狂私生饭。我在全网直播，我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警察抓走。
我用一种最不堪的方式堵死了他所有的退路。周成也被带了进来，他倒是比林曼冷静得多。这能说明什么？最多是林曼偷开了车，至于我说的那些话，不过是作为未婚夫的担心罢了。他自认背后有周家的权势担保，只要死不承认，没人能奈何得了他。周先生，你可能还没意识到，因为这件事牵扯到了徐凌风，现在不仅是我们在查，全网的粉丝都在帮我们查。你猜他们在你经常去的汽车美容店发现了什么？我主动约周成在警局的接待室见了一面，他此时还没意识到大祸临头，依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沈清，你就算洗清了这次的嫌疑又怎么样？你这辈子都得背着绑架徐凌风的污名过日子。我看着他多活了一世依然丑陋的嘴脸。周成，你其实不止一次干过这种事吧？周成脸色微变。你胡说什么？那家汽车美容店的老板说，你经常带不同的女孩子去，让她们穿上我的衣服，开着我的车出去练手。如果出了小刮小蹭，就说是沈大小姐脾气大壮。我把一叠照片甩在他面前。那些女孩子后来都去哪儿了？我死死盯着他。周成的瞳孔骤然收缩，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他们那是自愿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自愿到最后都选择了自杀。周成，你不仅是想让我背黑锅，你还利用这种方式掩盖了你多年来的变态嗜好。林警官这时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沉甸甸的文件。周成，我们在你名下的一处废弃仓库里发现了那辆红色法拉利的真牌照，还有3具失踪多时的遗体。周成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他突然疯了一样想冲向我，却被警察死死按住。不可能，我爸会救我的。你爸周启山现在自身难保，他行贿和非法集资的证据已经堆满了省局的办公桌。林警官的话彻底断了他的念想。我走出警局，阳光刺得我眯起了眼。这一次我没有被送进那座冰冷的监狱，我没有看着父母惨死。徐凌风的经纪人不知何时出现在路边，他依然是一副戒备的样子看着我。沈小姐，虽然你救了你自己，但我们凌风的名誉损失……我笑了笑，从包里掏出一张支票，那是沈家准备好的5000万赔偿金。钱在这里，代我向徐先生道歉。另外，沈氏集团未来5年的全球代言，我们希望交给徐先生，那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经纪人愣住了，接过支票时手都有点抖。真的不是为了睡他？不是，我只是觉得比起做他的私生饭，做他的金主更有意思。徐凌风的经纪人走后没多久，周家的崩塌比我想象中还要剧烈。随着周成和林曼被正式批捕，周氏集团那些见不得光的账本被一窝蜂地捅了出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周启山在办公室被带走时，连领带都没来得及系好。我坐在沈氏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潮，心里却没有多少大仇得报的快感。沈总，徐先生想见你。秘书敲门进来，神色有些古怪。我收回思绪，点了点头。徐凌风推门而入，他今天穿了一件极简的黑色风衣，那张即便在高清镜头下也毫无瑕疵的脸，此时带着一丝探究。他没有坐下，而是走到我办公桌前，修长的手指轻轻扣了扣桌面。5000万，加上5年的全球代言合约，沈小姐这手笔，不像是单纯的粉丝道歉。徐先生名利双收，这点东西对你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对我而言，那是买断我疯狂私生饭名声的公关费。是吗？可我听林警官说，可我听你绑架我的时候，手抖得连房卡都刷不开。第一次干坏事，难免心理素质差了点。他俯下身，周身那股冷冽的木质香调瞬间将我包裹。沈清，你很聪明，利用我制造不在场证明，不仅救了你的命，还顺手拉垮了周家。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选我？因为你红得发紫，也黑得透彻。只要跟你沾边，全世界的眼睛都会盯着我。周成就算想灭我的口，也没那个胆子。周成在看守所里闹着要见我，如果不去，他就咬死我不放，说我是同谋。我本不想理会，但林警官私下建议我见他一面，或许能彻底击垮他的心理防线。隔着冰冷的铁栅栏，周成形容枯槁，再也没有了往日豪门公子的气派。沈清，你这个毒妇！你明明知道林曼开走了那辆车，你却故意设套让我们钻。周成，如果你不生出杀我的心思，这个套你永远也钻不进来。我那是为了我们周家，
你爸握着那么多核心资源，凭什么不分给我家？我不过是想提前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他的逻辑荒谬的令人发指，我一刻也不想多待，起身准备离开时，我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哦，忘了告诉你，林曼为了争取减刑，已经把你这些年虐待那些女孩子的细节全交代了。那些女孩不是自愿的，她们是被你用药物控制，被你威胁，最后才绝望自杀的。周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最后一点精气神也从他眼里消失了。走出看守所，我看到了等在门口的那辆黑色保姆车。徐凌风靠在车门边，正低头点烟，看到我出来，他掐灭了烟，随手扔进垃圾桶。谈完了？谈完了。他拉开车门，示意我上车。去哪儿？去拍代言广告。既然钱都收了，沈总总得看看这钱花的值不值。我坐进车里，看着他利落的侧脸，突然开口：徐先生，你这算是被我睡到了吗？沈小姐，你现在的名声已经够坏了，不差这。徐凌风的代言片在全网发布的那天，沈氏集团的股价连拉了3个涨停。原本那些在门口泼油漆、送花圈的极端路人，在真相大白和顶级男模的商业光环下，纷纷销声匿迹，甚至还有不少人跑来我的账号下面道歉，说我是史上最硬核自救粉丝。但我知道这场仗还没打完。周启山虽然进去了，但周家那些残余的势力还在试图反扑，他们买通了媒体，想带节奏说我通过不正当手段陷害竞争对手，甚至有人挖出了我以前在学校里的一些琐碎往事，试图把我塑造成一个心机深沉、玩弄权势的女强人。然而就在舆论再次倾斜的时候，一则视频横空出世。视频里是我家老宅的高清监控，画面里周成正对着林曼大吼大叫，计划着如何趁我喝醉把人弄上车，以及如何处理后续的尸体。那是前世我永远无法得到的证据。这一世，我早在重生回来的第1小时就联系了顶尖的黑客，远程黑掉了周成原本已经删除的行车记录备份和云端数据。网友们彻底炸了。我操，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命案了，这是蓄意谋杀未婚妻啊！沈大小姐真是人间清醒，我要是她，我也得先找个帅哥保命。在这种全民声讨的浪潮中，周家残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断了。当晚，沈氏集团宣布全额资助那几位受害者的家属，并为那几个被迫害致死的女孩成立了专项法律援助基金。我坐在老家的院子里，看着我爸正兴致勃勃地在园子里修剪花枝，我妈在旁边给他递水。这一刻，阳光和煦，微风不燥。故事的最后并不像童话里那样，我和男模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依旧是那个雷厉风行的沈总，忙着在全球扩展版图，忙着把周家被查封的产业一点点吞并进来。徐凌风依旧是他的时尚宠儿，飞往巴黎、米兰，在聚光灯下接受万众瞩目。只是在某个深夜，我刚从酒局出来，略带醉意地走出酒店大门时，一辆熟悉的保姆车停在我面前，车窗缓缓降下，徐凌风那张妖孽般的脸露了出来，眼神里带着一丝调侃。沈总，今天不打算绑架我了？怎么，徐先生还没被我赔偿的代言费砸够？哼，合约里可没写，我还要负责接送喝醉的老板。我坐进车里，车厢里依旧是那股让我感到莫名安心的冷木香。徐凌风，你为什么要帮我到这一步？大概是因为你的眼神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人。谁？一个同样在黑暗里拼命想抓到光，却没能像你这么幸运的人。我睁开眼，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霓虹。前世的我就是那个没能抓到光的人，而这一世，我不仅抓到了光，还亲手点燃了整片荒野。车子停在沈家门口，我下车前，沈清，祝贺你重获新生。谢谢你，徐先生，以后有缘我们再见。背后周家已经彻底成了历史，而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那晚之后，我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在私下见过徐凌风。沈氏集团吞并了周家的核心产业后，我忙得像个连轴转的陀螺，从高管大换血到新项目的跨国并购，我把前世在监狱里积攒的所有不甘和戾气全都发泄在了商场上。媒体给我贴上了个新标签，铁血黑寡妇。他们说我克夫，说周成沾上我才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对此，我只是在年底的股东大会上冷笑了一声。那是他们命不够硬，镇不住我沈家的财气。不过我虽然没见徐凌风，但他的名字却无处不在。作为沈氏的全球代言人，他的巨幅海报挂满了各大城市的 CBD， 他的每一场大秀我都让财务批了顶格的赞助费。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极其完美的金钱与美貌交织的契约关系，直到1年1度的金圈慈善晚宴。那晚，我穿着一身剪裁凌厉的黑色高定，端着香槟，百无聊赖地应付着一群虚与委蛇的资本大佬。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总现在的手段真是越来越有当年周老头子的风范了。是金圈新锐投资机构的掌舵人陆泽，这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疯狗，这2年靠着做空几家实体企业发了横财，行事嚣张跋扈，最近正盯上了沈氏集团旗下一条极其赚钱的海外院线。我晃了晃酒杯，似笑非笑。陆总抬去了，周启山现在在里面踩缝纫机，我还在外面喝香槟，我们怎么能一样呢？陆泽眼神一暗，凑近了些。沈清，女人太要强不是好事，你那条院线我志在必得，不如你开个价，连带你手里那个叫徐凌风的男宠，我一并盘过来。听到男宠2个字，我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眼神冷得像冰。陆泽，出门前没刷牙的话，我不介意用香槟给你洗洗嘴。就在陆泽脸色铁青准备发作的时候，晚宴大厅的门被推开了，喧闹的会场有了短暂的寂静。徐凌风穿着一身暗夜蓝的丝绒高定西装，单手插兜，在闪光灯和众人的注视下漫不经心地穿过人群。他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高级感和冷漠，硬是把这场充满铜臭味的晚宴走出了巴黎时装周压轴大秀的气场。他无视了所有试图跟他攀谈的名媛和总裁，径直走到了我面前。然后在陆泽惊愕的目光中，徐凌风微微俯身，极其自然地拿过我手里那杯还没喝过的香槟，抿了一口。老板，我来迟了，扣工资吗？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圈子里一直有传言说我是靠砸钱才勉强包养了这位眼高于顶的顶级神颜，甚至有人打赌我们私下里根本就是互不搭理。可现在他当众喝了我的酒，这姿态简直是把我是沈清的人几个字刻在了脑门上。原来这就是徐大模特，果然是个尽职尽责的好戏子。不过沈氏能给你的，我陆泽能给双倍。过几天你的合约就到期了吧？来我这儿，违约金我替你付。这可是当着我的面挖墙脚了。我挑了挑眉，没急着开口，想看看徐凌风会怎么回。陆总财大气粗，不过可惜，我这人挑食。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陆总给的饭太馊，我咽不下去。说完，他根本不理会陆泽几乎要杀人的目光，微微侧身。沈总，这里太闷，介意带你的代言人出去透透气吗？我强压下快要溢出嘴角的笑意，放下酒杯，挽住了他的手臂。走吧，带你去吃不馊的饭。我们在一众极其复杂的目光中离开了晚宴。徐凌风，你刚才那张嘴可真够毒的。陆泽那种�瑕疵必报的小人，你算是把他得罪死了。他扯松了领结，整个人慵懒地靠在真皮座椅上，偏头看着我。沈总这是在心疼我，还是在害怕？我怕他个鬼。不过说真的，你的合约下个月确实到期了。陆泽虽然人品烂，但手里有几个全球顶级的蓝血高奢资源，他要是真砸钱挖你，你不会不动心吧？车厢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徐凌风看着我，那眼神深得让人看不透。良久，他突然轻笑了一声，凑近了我几分，清冷的木质香再次侵袭我的感官。沈清，1年多没见，你是不是忘了当年在酒店门口是谁大言不惭的发誓的？我还没让你兑现诺言，怎么可能跳槽？我的心跳很不争气的漏了半拍。那晚的试探最终以我落荒而逃告终。我发誓，面对几百亿的并购案，我都没这么慌过。但我还没来得及消化徐凌风那句略带挑逗的话，陆泽的报复就铺天盖地的砸了下来。3天后，一个热搜毫无征兆的空降全网第一，并且带了深红色的报字：惊天丑闻，顶级男模徐凌风隐瞒暴力史，曾致人死亡。底下的配图是一张极其模糊的旧照片，一个10几岁的少年，满脸是血的站在一条阴暗的小巷里，手里拿着一块板砖，而在他的脚下躺着一个不知死活的男人。哪怕照片很糊，也能依稀辨认出那个少年极其优越的骨相，正是徐凌风。网络瞬间炸开了锅，那些原本就因为我俩捆绑而心生嫉妒的人，以及陆泽买好的水军，开始疯狂带节奏。难怪当年沈清被全网黑的时候去绑架他，原来是物以类聚，两个都是杀人犯。抵制劣迹艺人，徐凌风滚出时尚圈，沈氏集团包庇杀人犯，股票跌停预警。公关部的电话快被打爆了，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恶毒评论，前世那种被千夫所指、被无形的手死死掐住脖子的窒息感再次袭来。只是这一次，被挂在耻辱柱上审判的人变成了他。沈总，陆泽那边放话了，他说只要我们放弃对那条院线的竞标，
并宣布和徐先生解约，他就立刻撤下热搜，并放出澄清证据。他这是要逼我像丢弃一枚弃子一样扔掉徐凌风。去他大爷的！沈总，您通知法务部，把所有造谣的大 V 号全部截图固证。通知财务部，准备10个亿的资金护盘，就算今天沈氏的股票跌穿地心，我也兜着。可是徐先生那边，他那边我来处理。我一路狂飙，直接冲到了徐凌风位于市中心的顶层公寓，密码是他经纪人给我的。我推开门，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落地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城市霓虹。我看到徐凌风一个人坐在地毯上，身边散落着几个空酒瓶。他没有了平日里的高高在上和光鲜亮丽，像一只被扒开就伤疤，独自舔舐流血伤口的孤狼。听到动静，他抬起头。沈清，你来解约的吗？解你大爷的约！徐凌风，老娘花了几千万买的热搜位，不是看你在这借酒浇愁的。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要你说你没杀人，我沈清哪怕倾家荡产，也替你。徐凌风定定地看着我，那双原本暗淡的眼睛里逐渐亮起一抹微光。他没有挣脱我的手，反而在安静了几秒后，反客为主，第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心很凉，力道却大得惊人。那个人没死，他一字一顿地说，声音里带着某种压抑多年的沉重。他是我生理学上的父亲，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和家暴狂。照片是14岁那年拍的，那天他赌输了钱，又喝得烂醉，拿菜刀追着我妈砍。我为了救我妈，随手抄起巷子里的砖头砸了他的头，他只是重度脑震荡晕了过去。后来警察定性意为正当防卫，并没有立案。既然是正当防卫，照片是怎么流出去的？那个烂人后来因为诈劫进了局子，出来后知道我成了模特，就想拿当年的事敲诈我。我没给钱，他就把当年围观邻居拍的模糊照片卖给了狗仔。只是我当时的经纪公司花大价钱把料压了下来。陆泽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了这个陈年旧料，掐头去尾，就成了我杀人的铁证。看着他那张因为回忆而微微发白的脸，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折了一下。被舆论强行定罪，被全世界戳脊梁骨，那种窒息感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逼疯。就这，我前世经历过百口莫辩的绝望，所以我太懂他现在的感受了。我猛地站起身，顺手一把将他从地毯上拽了起来。沈清，我还以为你真背着人命呢，吓老娘一跳。正当防卫救亲妈，这放出去不是妥妥的法制频道感动中国素材吗？你在这颓废个什么劲儿？可是网上的舆论，舆论算个屁！老娘当年开着法拉利杀人的锅都能掀翻，还翻不了你这个连案底都没有的旧账。徐凌风，去洗个脸，把你的高定西装换上。今晚我带你去打狗。从徐凌风的公寓出来，我直接拨通了那个曾经帮我黑掉周城云端数据的顶尖黑客老 K 的电话。老板，又有活儿？查陆泽，我要他名下那家投资公司最近半年所有的做空数据、资金流向，还有他那个老底子里的脏事儿，能挖多深加多深。另外，去查14年前城南旧巷的那起家暴案，我要当年所有的出警记录和邻居证词。讲道理是没用的，只能比他更狠、更黑。得嘞，给我3个小时。凌晨4点，老 K 的加密邮件发到了我的手机上。我坐在沈氏集团灯火通明的总裁办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资料，冷笑连连。陆泽这狗东西，这2年之所以能屡战屡胜，根本不是因为眼光毒辣，而是涉嫌严重的内幕交易和操纵股市。他做空的好几家公司，都是他提前买通了高管，故意制造利空消息。不仅如此，老 K 还真把当年徐凌风那个生父敲诈勒索的完整录音，以及当年警方的详细结案报告给翻了出来。陆泽，这是你自找的。早上8点，正是全网流量开始暴增，所有人都在等着沈氏集团和徐凌风发声明道歉的时候。沈氏集团的官方账号和我的个人账号同时发布了一条长达10分钟的视频和一堆高清文件截图，没有任何公关套话，文案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造谣生事，操纵市场，陆总，您的牢饭已经预定，艾特陆泽。视频的前半段是徐凌风当年案件的完整真相，警方的公章、邻居的采访，以及那个生父贪得无厌勒索钱财的录音，把陆泽所谓的杀人铁证按在地上疯狂摩擦。风向瞬间逆转，网友们从抵制劣迹艺人变成了心疼美强惨男神，而视频的后半段更是直接引发了金融圈的大地震。陆泽的内幕交易证据被扒得底朝天，
每一笔资金的走向都清晰可见。9点半，股市开盘，沈氏集团的股票不仅没跌，反而因为这波硬核反击和徐凌风暴涨的同情分，开盘就拉升了5个点。而陆泽旗下的上市公司开盘即跌停，死死封在跌停板上，根本卖不出去。到了中午，金针大队的车直接停在了陆泽公司的楼下，在一众媒体的长枪短炮中，陆泽戴着银手铐，脸色灰败的被押上了警车。那个曾在慈善晚宴上不可一世的疯狗，仅仅嚣张了不到24个小时，就被我直接送进去跟周启山作伴了。下午3点，海外院线的并购案顺利签约，我拿着合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沈总，徐先生来了。秘书敲门进来，眼神里透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徐凌风今天没有穿西装，而是穿着一件简单的黑色连帽衫，压低了帽檐。这一身打扮像极了当年我在酒店门口绑架他时的样子。他走进办公室，反手锁上了门，顺手拉上了百叶窗。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只有中央空调轻微的运转声。我坐在老板椅上，转着手里的钢笔挑了挑眉。怎么穿成这样？堂堂国际超模，打算给我表演个情景重现？徐凌风没有说话，他迈开长腿，几步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双手撑着桌面，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沈清，你的公关费我已经付不起了。我停下转笔的动作，仰起头对上他的视线。所以呢，徐先生打算怎么肉偿？他轻笑了一声，绕过宽大的办公桌，直接走到了我面前。他伸出手，一把拉住我的老板椅，将我连人带椅拽到了他双腿之间。当年你说必须要睡到你的本命男神，沈总，我今天没有通告，明天也没有。看着他近在咫尺的妖孽容颜，我终于彻底卸下了所有防备。我揪住他连帽衫的领口，用力往下一扯，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闭嘴吧，徐凌风。那天下午，总裁办公室的百叶窗一直没有拉开，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被他抱到里面的休息室的。徐凌风在 T 台上是高不可攀的清冷神明，但在那种时候，他骨子里的狠劲和占有欲简直让人招架不住。等我再次穿戴整齐，坐在办公桌前签文件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徐凌风穿着我的宽大浴袍，靠在门框上，手里端着2杯刚煮好的黑咖，眼神慵懒地看着我。沈总，体力不错，还有精力看报表。我瞪了他一眼，接过咖啡抿了一口，强装镇定。别忘了我是资本家，资本家只要没死，就能爬起来搞钱。他低声笑了，走到我身后，宽阔的胸膛贴着我的背，修长的手指熟练地替我揉捏着酸痛的肩膀。行，你负责搞钱，我负责搞定你。我和徐凌风的这层窗户纸就这么简单粗暴地捅破了。我们没有官宣，也没有刻意隐瞒。在这个名利场里，真正的上位者从来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自己的私生活。半年后，沈氏集团的版图正式扩张到了欧洲。作为重头戏，我亲自带队前往巴黎，不仅拿下了顶奢品牌 VA 的亚太区总代，更是豪掷千金，成为了今年巴黎时装周的最大赞助商。而徐凌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闭幕大秀的开场兼压轴主秀。秀前晚宴在巴黎市中心的古堡举行，我穿着一身极其张扬的正红色露背晚礼服，端着酒杯，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一众金发碧眼的欧洲老钱家族中间。沈小姐，恕我直言，你们中国企业虽然财力雄厚，但时尚是个讲究底蕴和血统的东西，钱买不到高贵。一个带着浓重法国口音的声音突兀地响起，我转过头，说话的是 VA 集团的死对头，法国老牌奢侈品巨头 LC 的执行总裁文森特。他眼神轻蔑地上下打量着我，随后看向不远处正在跟设计师交谈的徐凌风，露出一抹恶意的笑。包括你养的那个漂亮宠物，听说他之前在中国卷入过丑闻，让他走闭幕大秀，简直是拉低了整个巴黎时装周的级道。我已经联合了另外几个品牌，准备向主办方施压，换。文森特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周围几个欧洲名流听见。他们端着酒杯，一副看好戏的姿态。在这个傲慢的圈子里，他们最喜欢看的就是暴发户出洋相。我看着文森特那张自以为是的脸，连生气的欲望都没有，只觉得好笑。文森特先生，听说 LNC 最近半年的财报很难看啊。你们引以为傲的纯手工皮具线，因为原材料供应链断裂，已经停产2个月了吧？这只是暂时的供应链调整，不劳沈小姐费心。我慢条斯理地从手包里拿出一张烫金的名片。你确实不需要费心了，因为就在今天下午，沈氏集团已经全资收购了意大利最大的皮革供应商罗素家族的所有股份。也就是说，从明天起，你们 LC 引以为傲的血统，得看我沈清的心情才能继续。我看着他瞬间变得惨白的脸，冷冷地勾起唇角。文森特，记住一句话，在绝对的资本面前，
你的傲慢一文不值。至于徐凌风，至于我，文森特先生如果有意见，可以直接冲我来。不过，在你们施压之前，最好先去看看今晚纳斯达克的股市。得罪了沈总 ，LNC 的股价恐怕会比你现在的脸色还要难看。周围的名流们倒吸一口凉气，纷纷收起了看戏的眼神。文森特像斗败的公鸡，灰溜溜地转身离开了晚宴。我仰起头看着徐凌风那张冷峻的侧脸，轻笑一声：“法文说的不错啊，徐先生。”第二天的闭幕大秀堪称封神。当徐凌风穿着那套镶嵌着上万颗黑钻的重工高定风衣，伴随着极其震撼的重低音踏上 T 台时，全场的目光都被他死死定住了。他就像一位从暗黑中走出的冷酷帝王，每一步都踩在所有人的心尖上。而我知道，这位帝王是属于我的。就在他走到 T 台最前端，所有摄影师的闪光灯亮如白昼的那一刻，他突然停下了脚步。按照彩排，他应该在这里定点3秒，然后转身，但他没有。他微微偏过头，目光越过无数镜头，精准地落在了坐在第一排 VIP 中心的我身上。然后在全场震惊的目光中，他缓缓扯下了风衣领口那朵作为配饰的深红色丝绒玫瑰。他单膝跪地，将那朵玫瑰递到了我面前。这不是求婚，胜似求婚。整个秀场瞬间沸腾了，尖叫声和快门声几乎要掀翻屋顶。我看着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心跳如擂鼓，但我依然维持着属于沈总的端庄和霸气。我伸出手接过了那朵玫瑰，甚至还用指尖轻轻勾了一下他的下巴。干得漂亮，徐先生，回去给你加薪。他轻笑一声，站起身，完成了一个堪称完美的转身，留给全世界一个无与伦比的背影。大秀结束后，我们没有去参加庆功宴，而是直接回了酒店的总统套房。刚关上门，徐凌风就把我按在了门板上。这个场景与我重生的那个凌晨何其相似。沈清，当年你在这个姿势下跟我说你倾家荡产也要赔我的违约金，怎么现在嫌5000万少了，想坐地起价？不，我现在身价太高了，别人买不起，所以我打算把自己彻底卖给沈氏集团，签一份终身卖身契。沈清，嫁给我，以后我的命、我的钱、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回国那天，机场被闻风而动的媒体和粉丝围得水泄不通。巴黎大秀上的那一跪，早就通过各大社交平台传回了国内，热搜榜前10被我和徐凌风的名字霸占了整整3天。沈总、徐先生，恭喜恭喜！请问婚期定在什么时候？沈总，听说沈氏集团这次并购案后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这算是给徐先生的聘礼吗？闪光灯亮得让人睁不开眼，几十个保镖在前面开道。徐凌风一手护着我的腰，一手从容地挡开那些快要对到我脸上的麦克风。婚期定了会通知大家。至于聘礼，我整个人都是沈氏的资产了，自然是我高攀了沈总。这句话一出，全网那些原本还在酸我强取豪夺的粉丝们，彻底心碎成了粉末。随后又在徐凌风那张无可挑剔的脸下，光速完成了自我攻略，开始疯狂嗑起了霸总和他的交付男模 CP。回到沈家老宅，我爸正拿着一把大剪刀，在院子里对着一盆罗汉松泄愤似的咔嚓咔嚓剪着。爸，再剪这盆树就秃了。哼，这么大的事，全网都知道了。老子还是看新闻才知道自家闺女被人拐跑了。徐凌风一点也不恼，他极其自然地松开我的手，从助理手里接过一份厚厚的文件袋，双手递到我爸面前。伯父，事发突然，没来得及提前向您请示，这是我的一点诚意。那里面是徐凌风这些年积累的所有个人资产清单、房产证，以及一份已经公证过的协议书。他把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部无条件转入了我沈清的账户，甚至连他那个估值极高的个人潮牌法定代表人都已经换成了我的名字。你小子，算你有良心。我们沈家虽然不缺钱，但这态度还算端正。行了，今晚留下来吃饭。我妈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拉着徐凌风左看右看，那眼神完全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满意。我看着他们二老红润的脸色和中气十足的笑骂声，眼眶突然有些发热。前世那种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锥心之痛，终于在这一刻被这人间烟火气彻底驱散了。我和徐凌风的婚礼筹备得很干脆，没有那些繁文缛节，更没有拖泥带水。我直接包下了一座海岛，邀请了商界和时尚界的所有核心人物，把婚礼办成了一场顶级的全球名流社交晚宴。但在出发去海岛的前1周，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的信，是周成写来的。信封上沾着不知名的污渍，字迹潦草的像是在极度绝望中写下的。我捏着那封信，
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冷冷地看着上面的内容。他在信里痛哭流涕，说他在里面每天都被人欺负，说他得了严重的胃病，求我念在过去几年的情分上，帮他找个好律师申请保外就医。他还说只要我肯帮他，他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我。徐凌风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盒刚洗好的车厘子。看什么呢？一个死人的临终遗言。徐凌风扫了两眼，眼神骤然冷了下来。他连半秒钟的犹豫都没有，直接把那张纸揉成一团，精准地投进了角落里的碎纸机。伴随着刺耳的粉碎声，周成在这世上最后的一点挣扎也化成了纸屑。这种垃圾也配脏了你的眼？徐凌风捏了一颗车厘子喂进我嘴里，顺势低头咬了一下我的唇。沈总，下周就要结婚了，你的眼里只能有我。我被他酸得牙疼，笑着推开他。徐先生，你现在越来越像个恃宠而骄的祸水了。祸水不好吗？他理直气壮地靠在办公桌上。全网都在说，是我这张脸迷了沈总的心窍，才让你大把大把的砸钱。我这叫敬业。确实，这2天随着婚礼请柬的发放，网上又掀起了一阵风暴。有个不怕死的八卦营销号暗戳戳的带节奏，说我们这是利益捆绑，是一场秀，甚至预言我们不出3年必离婚。我正打算让公关部直接发律师函。暴力封口多没意思，老婆，配合我一下。他拿出手机，直接登上了那个拥有几千万粉丝的账号。他点开了直播，直播间瞬间涌入了300万人。徐凌风一把将我拉进镜头里，对着屏幕举起了我们10指紧扣的手，那2枚素圈戒指在灯光下闪着低调的光。不是利益捆绑，是我死缠烂打；不是作秀，是我终于得偿所愿。至于3年后，如果3年后你们还能看到我，那一定是我还在沈总面前争宠。弹幕疯了，微博服务器第3次瘫痪。我看着这个为了我一次次打破自己底线的男人，反客为主的捏住他的下巴，在千万人的见证下重重的吻了上去。我们的婚礼没有去海岛，而是在最后关头临时改了地点，就在全市最顶级的豪生酒店，那个一切开始的地方。酒店的顶层行政套房被打通，布置成了奢华而克制的暗夜玫瑰主题。伴娘是林警官，她今天没穿制服，换上了一条飒爽的黑色礼服裙，看着我一身重工刺绣的墨红色婚纱，忍不住感慨：沈清，我办案这么多年，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大跌眼镜的人。谁能想到，2年前我在这扇门外喊话抓人，2年后我居然在同一扇门里给你当伴娘。林警官，这就叫缘分。如果没有你当年的严谨，我也没有今天。吉时已到，走廊里没有繁杂的堵门游戏，只有铺满整条通道的红玫瑰。大门被推开的那一刻，徐凌风穿着一身白色的高定礼服，站在光影的尽头。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坛偶像，而是褪去了一切防备，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男人。我挽着我爸的手，一步步走向他。每走一步，我脑海中都会闪过前世那些冰冷的铁窗、漫天的谩骂和父母绝望的眼神。但那些画面在徐凌风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彻底碎裂成了齑粉。他接过我的手，紧紧握在掌心。沈清，我终于抓着我的光。我仰起头，看着他那双倒映着我身影的眼睛，笑了。全网直播的镜头从4面8方对准了我们，在线观看人数突破了5000万，比我当年绑架他时还要轰动。我接过司仪递来的麦克风，看着台下的父母朋友以及镜头后千千万万的观众，深吸了一口气。2年前的今天，我在这家酒店的楼下开了一场直播。那天我说，我大言不惭，今晚必须要睡到我的本命男神。今天，我依然站在这里，当着全世界的面宣布。我转过头看向徐凌风，他正用一种能溺死人的温柔目光注视着我。我一把勾住他的脖子，对着麦克风笑得肆意飞扬。我不仅睡到了，我还给他盖了章，上了锁，这辈子他都只能是我沈清的合法私有财产。这一次没有陷害，没有背叛，没有深渊。这一次我沈清赢得了干干净净，赢得满盘皆赢。